那基载的话，只有2种选择，一个就是核能，一个就是火力发电。那火力发电是排碳的，这不是很明显的逻辑吗？我不晓得为什么推展绿能的人一直回避这个问题。这就是我讲，我不是永和，而是永和绿共存，永理性决策。核电发展了70年，可以看到这2-3年逐渐转折，从以前全球偏向要减少核电现在看起来是他们叫做反核，重返的反，正在返回这个核能的道路上，这个很合理了全球用电的数量的成长，你可以看得到整个人类社会就是用电不断的放大。从2013到2023这10年，全球是25.4%，全球人口80.73亿，人均用电是3650度。那在前一个10年，平均数量跟用电都比较少。2003到2013年的10年，成长了接近40%。在2013年的时候，全球人口是72.3亿，人均用电是3250度。那我们从这个基础做一个我自己的解读核能第一个，台湾的人均用电现在是12000度左右，高于全球的水准3.5倍左右。第二个，经济先进国家用电其实都已经停止成长了，美国、日本、欧盟都没有例外。过去10年其实是下滑了2%到5%不等。那基于刚才的统计说，全球在过去10年25.4%，这是全球的成长。台湾多少呢？台湾只有一半不到。台湾只有11.8%的成长，你也可以看到2023年为止的前10年呢，成长11.8%，再往前看成长20.7%，再往前看成长81%。你可以看到台湾电力成长最快的是1983到1993，是成长140%，这个数字现在正重演在越南，印度也大概是65%，中国成长74%，全球成长25.4%，相对之下台湾只有成长11.8%。所以我先讲一个结果，说不要自己吓自己不管 AI 或电动车或晶片，都不会让台湾的用电再处在像越南的100%成长，或者印度65%。台湾的用电即将因为高龄化、少子化跟经济进入另外一个不是靠高耗能跟高污染工业呢，台湾的用电成长会慢慢减缓。我在这个基础下才会提说，其实要解决台湾的用电的问题没有那么难所以台湾目前未来10年，我预测除了因为电动车这种是产业结构带来的改变，晶片是因为台湾掌握了一个很先进的产业，这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嘛。这2件事都会增加用电，但是不至于像中国或印度是非要式的成长。中国的国民所得13000块，刚好是全球现在的 GDP 平均就是13000左右，所以中国的用电也比全球的平均用电每个人3000多度要高。中国大概到5000、6000度左右。先进国家日本呢，大概只有台湾的80%；先进国家的德国只有台湾的一半。1年用电只有6000度，他们是盛极而衰。为什么衰？讲说中国、印度污染，我们要替中国跟印度抱不平，是先进国家都把高污染、高耗能都甩给亚洲嘛？对，这个你想一想吧，这个苹果在美国的 Cupertino 有上万个研发，好像很多，可是它在中国跟印度有150万个工人在替它做制造。那台湾也自然而然处在这个结构的一部分呢。台湾刚好摆脱了20-30年前高耗能，你看那时候100多%的成长所以我在讲说，台湾的用电呢，未来会因为少子化跟经济跟产业形态呢，会有类似日本跟欧洲跟这个一些先进国家的现象，甚至会微幅下跌。假设台湾的有一些低阶的制造业，因为台湾的工资太高，以至于必须要外移，那自然就会让台湾的用电就会趋缓。但是我们必须找到平衡点，不能让台湾的产业连那个高附加价值的也衰退。这就是我曾经把它结论成说，把电用在 AI、用在晶片、用在电动车，这都是进步国家跟进步产业的象征。这一个地方的用电就想办法要满足它。
AI 的话是一个变数，讲说啊，因为现在全世界 AI 用电就会增加呢。其实 AI 的用电在台湾不会超过精密晶片，10年内到2035呢，先进制程的用电恐怕会是电动车的2倍，会是 AI 的4倍。那 AI 会是一个变化的，为什么？全世界有一些运算中心跑到台湾来设的呢，台湾不要太开心，是吃你的豆腐啊！因为以前台湾的电是超便宜的，台湾是这2年来涨价涨了4次，电价拉到接近南韩啊，所以有一些运算中心就来到台湾雇用很少人，只雇用30个人，可是他却用掉3000个人或5000个人的用电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台湾电价便宜嘛，那这样他1年可以省下1亿美金以上的电费。可是台湾经过4次的涨价以后呢，其实已经逐渐拉平，跟韩国的电价没有差多少，然后已经开始比越南、比中国、比印度的电要贵，所以我才另外也呼吁说，你再涨下去的话就贵了。我的证据就是台积电的发言人也呼应我们这种讲法。台积电的发言人在过去半年曾经发言过说，台湾的电价已经是台积电现在在全世界想要设厂里面最贵的了。原因是台积电到德国、到日本、到美国都有优惠的方案。台积电在这最近1年面临微妙的电费的反转。那提这个做什么呢？提这个要小心台湾的竞争力的流失。半年前我有在那个气候变迁会议讲说，全世界的绿能的使用的大型厂商，就 S&P 500大里面呢，和硕是排名前10名。那时候大概是不到20%了。经过这1年，我和硕的那个绿能的使用超过40%了，大家都拉到40几%。财新500大里面前10大的绿能使用，台湾的厂商恐怕 occupy 前5名，这是台湾的光荣了。我们的制造商积极的情形目前超越台积电。是因为台积电大部分制造都在台湾，而台湾的绿能供应是不足的、贵的。那我们在谈成本，我举一个数字来看，台积电的年报有揭露，它的用电大概是230亿度左右。那我替它估，它的先进制程7座2奈米的厂，如果2026要全部投入呢，大概会变350亿度。假设终有一天要追求所谓的RE100，反正就是经营模型的预测，那如果它350亿度都要用绿电，而你的绿电又比人家贵3块，那就是贵1000亿哦。台积电目前的状况非常好，所以它的1兆的获利扣掉1000亿，虽然有点痛，但是还可以支撑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全球的科技厂商的竞争起起伏伏。简单讲，台湾目前的竞争力处在一个相当好的状态，那你就要想办法延续竞争力的优势。那我在简报里面有提到说，也是跟33会的成员聊天的时候说，3个优势啊，第一个人才，第2个法规，第3个就是能源。台湾需要充裕、稳定、价格跟排碳都经济实惠的电力。所以第67页就进入你们今天的主题，为何核能对台湾重要？我这边列了5点啊，核能是稳定的，我认为绿能无法支持夜间的机载。那我的证据是从台电公布的数字，凌晨4点是1天里面用电最低的时候，但是它的数字仍然凌晨4点的时候的用电呢，台电的数字都告诉你，中午12点的60%到70%，夜间活动非常的畅旺，是经济先进的象征。请问半夜没有太阳，半夜在夏天的时候也没有风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能源很开心的讲，通通都是依赖太阳能、风能，这叫做绿能，请问你半夜怎么办？所以说核能其实可以成为绿能的好伙伴才对，而不是互相排挤。为什么？当你半夜没有太阳的时候，我核能是非常稳定的。那机载的话，只有2种选择，一个就是核能，一个就是火力发电。那火力发电是排碳的，这不是很明显的逻辑吗？我不晓得为什么推展绿能的人一直回避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把绿能跟核能当作死对头。这就是我讲，我不是永和，而是永和绿共存，永理性决策。太阳能发电跟风力发电是间歇性的发电，所以绿能的理想虽好，但是太贵，占据土地又大，又是间歇性发电，这就是它的先天的限制嘛。那你台湾的土地那么小，只有瑞士的1.4%，瑞士都用了45%的核能了。第2个，核能占地小，如果100%用核能，这也是一个夸张的
模拟了。需要多大的土地呢？完全不需要额外的土地。目前的核1到核4的空间都是这样。我有一个大厂房，机器只装了1/4，就空在那个地方。核1到核4每一个厂都可以容纳4部到6部，目前都只有容纳2部。而核1到核4那一些地都是在海边的，不会跟农业争地，也不会跟都市抢地，也不会跟山坡环境保育的地方抢地。这是第一个核能可贵的地方。在40年前规划好的土地的基础上，持续的善加利用，就可以满足台湾的用电。那我曾经在气候变迁委员会的第2次会议上呢，跟大家举了一个数字，台湾目前的太阳能发电呢，占了台湾4.6%，风力发电占了2.2%。可是你就是4.6%加2.2%，我就明确讲，6.8% 救不了地球暖化。你努力了8年，6.8%，远远落后全世界不排碳发电都已经接近40%了。那台湾还所谓的新的科技的绿能就只有6.8%。可是我们有仰赖老的科技的绿能，叫做水力发电，水力发电2.5%，这个就是台湾的罩门。全世界的水力发电达到14%，像瑞士的水力发电达到50%，因为他们的湖泊河川很稳定。台湾的水力发电也努力了很多年，你加总起来就是不到10%。那你要救地球暖化，你又想说要承担起地球公民的责任。欧盟是多少呢？欧盟现在是72%不排碳发电，24%左右的核能发电，那剩下的48%大概就是太阳能、风力发电加水力发电。台湾的没这个条件，你就要较认分。一直在那边高唱要绿能，可是你每一度绿能请问多少钱？台电保证收购就4块半了。你收购4块半，可是你卖出去只有多少钱？经过好几次涨价，现在平均大概不到3块，可是工业用电已经超过3块了。这个是为什么会拉高？就是被绿能拉高。绿能的比重，风力发电多少钱？风力发电绝对不止4块半。未来比较深的海水，那个打桩要钻到海底里面打桩，那个困难度加高。那因为台湾的陆地狭小嘛，只有36000平方公里，平地不到9000平方公里。你不太可能把那个风力发电插在阳明山的山坡啦，那所以说你就只好找海洋。海洋的话，风力发电每隔1公里才能够有一根基桩，平均是800到1200米。目前台湾大概进行到300多座，沿岸插满的话，再往外海推进。台湾要满足一个相当的用电呢，大概占它台湾不到20%的用电的时候，你需要插3000根啊。那你有多少那个渔场跟海洋生态会受到影响？而你能供应台湾的电呢，才那么一点。你为什么一直在排斥核能，不让核能来帮忙呢？你要知道，那个枫叶在转的时候，那个低频的轰轰轰，透过机桩把那个震动都传到海底。海洋的生物的水族，它不是靠视力，可是它们的听力，像那个鲸鱼可以达几千公里。简单讲，你上千根的声音，大概就是上千个声音的障碍，你整个海洋生态会破坏殆尽，那个不是没有代价的。所以我弄不清楚所谓的环保人士在反核，却忽视这一种噪音污染跟海洋环境污染。再加上每一个扇叶都高达20层楼那么高，都是玻璃纤维做的，它的使用年限大概就是20年左右。使用年限到了，成千上万个废弃物，你要怎么回收？已经努力了这么多，造成这么多生态跟环境的威胁，供应量就是4.6%加2.2%。这就是我大概几年前逐渐读数字，逐渐了然于胸以后，才决定在核2厂即将要停机的时候开始发言。我觉得不要让它停机，你让它延役，有助于压低台湾的电力成本，稳定台湾的电力供应，也减少台湾为了发展绿能而对生态、海洋生态跟陆地生态的冲击。刚才讲海洋要 occupy 几千平方公里，那我们看看太阳能。国科会加农委会他们曾经有一个统计，是每1000公顷呢可以发电10.9亿度。台湾目前是2850亿度，3000大概是2026年大概就会3000亿度了。台北市的面积多少呢？台北市的面积有28170公顷。以2023年的用电，如果全台湾通通用太阳能来供电，那需要多少个台北市的面积呢？我的答案是10.5个台北市的面积。请问在地狭人稠，70%都是山地跟
丘陵的台湾，你有多少个台北市？所以他们在讲太阳能的时候，通常都只讲买太阳能的成本，都没有把土地成本考虑进去。你的绿能规划的国土目标在哪里呢？没有，乱喊什么 RE100，为什么我要用100%来模拟？就是 RE100嘛，你需要用一个100%的绿能来模拟的时候，请问你夜间发电怎么办？所以我曾经提说，太阳能发电的用量不是只有12个台北市哦，因为你晚上没有电，你还要用 double 的太阳能，然后还要用电池把它储存起来供应夜间，而且那个储能厂会让价格又 double， 一度电本来2块多不到3块的，你储能在放电的时候效率会耗损打8折，再放电再打8折，你一来一往，珍贵的能源又被耗掉，然后成本又 double。我在想说，这是在创想哈。再过来是很清楚的不排碳，可以减缓地球暖化的挑战，那背后也是避免被课碳税。再过来核电，请问核2、核3如果不废掉，1度电多少钱呢？1.1块，这是台电自己公告的。那你台电也公告，我收购太阳能是4.5块，所以我刚才1度差3块的模拟，并不是空穴来风。就是说，核能的经济实惠，它就算新盖的，仍然比离岸风电跟天然气便宜啦。所以我这里面写，1年有机会替台湾节省N 个千亿，可能也替台积电节省1个千亿。新盖的核能厂会贵，当然，因为我们现在的核2、核3是40年前盖，那是有一点像开玩笑说，我们家有一台中古车啦，用了8年。那你为什么自己家里立一个规矩，说我们8年就要把它作废掉？瑞士的讲法跟瑞典讲说，你不要去设限。那我们每年都保养跟安检，如果安检不过关，我们就不开。如果安检过关，我们继续开啊。所以瑞士跟瑞典都不设限。那就像台湾曾经规划20个机组一样，瑞典现在是有6个机组，瑞典现在又规划了12个机组。那他的讲法也非常简单，因为瑞典就在俄罗斯的附近啊，他们非常不安的讲说天然气的供应不稳定。那瑞典的土地面积那么大，你也可以用风电、用太阳能啊。他们非常的务实，知道那个东西没有办法，只能当作辅助的手段。所以瑞典在最近半年，这半年内，瑞士跟瑞典都废除了他们的非核家园。他们现在把不核发还有40年违宪都修掉了。然后意大利本来1986、87是公投反核，核电到期他们把它废掉。意大利也是有够幽默的，我看他去年有18%是进口的电，他不用核电，可是他旁边是法国，缺电的时候就跟隔壁买核电。另外一个原因，意大利总理讲得非常白话，他说他们发现太阳能的供应主要是来自中国，而中国是一个会操控政治跟商业的，这个就是意大利的务实啊。面对地球暖化跟天然气的价格高涨，然后他们也担心中国的操弄能源的这个供应来源，所以意大利重新决定反核。第5点讲核能的稳定性，叫做现在重视的叫做能源的韧性。台湾的天然气供应呢，船每2个礼拜要运过来一次，因为海域也不要打仗，只要有人封锁海域，大概2个礼拜就没电了啊。所以我也弄不清楚蔡政府年代为什么会那么开心的规划天然气要占50%。到了他要卸任前1、2年，遇到疫情，遇到俄乌战争，造成天然气价格高涨。俄乌战争打到现在，乌克兰还有电，是因为乌克兰有56%是用核能。那有人讲说核能在战争啊，在天灾人祸的时候的安全性，最少我们在讲说核能从日本到南韩到台湾面临那么多年的地震台风，从来没有因为地震台风造成核能的安全。我最近几年接触到，尤其是到麻省理工学院读核工博士的论文，大部分人都在研究如何增加一个0的安全性，就是说安全性如果是100,000,000%那我们如何让它变10,000,000,000%？那福岛地震的那个是40年前的技术呢，它就是一个柴油发电机进水。如果用现代的技术，花3亿台币或5亿台币做一个大型的锂电池，我现在不要讲锂电池，我现在把手机丢到水里再捞起来，都还能运作。可是把手机丢到水里能运作呢？10年前是做不到的。材料科学跟工程技术，只要你有市场，有诱因，愿意投入研发经费，你都还有几千亿的预算去供应太阳能发电以后把它储存在锂电池。核能发电如果有那么重要，你为什么不能花3亿、5亿台币去弄一个大型锂电池？就算你水淹进来了，我照样。至于它那个炉心的地方是坚固的不得了，我开个玩笑，地震倒下来，它们滚来滚去，它也不会爆炸。
核能研究的专家怎么样提高核能的安全呢？在过去20-30年，曾经有一阵子停滞的，为什么？化石燃料太便宜，曾经是核能的一个阻碍。本来如果我们全世界有一个安全又便宜又不如污染的能源，我们也很乐意啊，我们干嘛去用煤炭或核能呢？问题是错的，这是人类的文明的原罪。只要你要用能源，就会有安全跟污染跟成本的三方考量。过去30-40年，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，大量的用化石燃料，赫然开始发现地球暖化，整个近代文明都受到威胁。不要讲台湾，连全世界呢的太阳能跟风力加总起来，也没有能力应付地球暖化啊。右边有一个拍chart是2023年那个 IEA 统计的，太阳能发电发展了那么多年，就是占全世界5.5%，风力发电就是7.8%，合计13.3%。那你要满足所谓的 IE100，根本缘木求鱼。为了要弥补风电跟光电，是水力加核能，而且水力发电是倾向于悲观，因为全世界主要河川100年来早就都蓝堵光了，你的发电只有在减少。为什么？水库淤塞。不要讲发电，你如果不清淤的话，连喝水100年后恐怕都有问题。而核能发电也还有9.1%，这个地方是可以增加的。所以那个国际核能总署的署长就呼吁让核电增加3倍，相对的也让绿能增加3倍，也就是风电、太阳能啦，加总起来是13.3嘛。如果能够增加3倍，那就是接近40%。核能是接近10%，如果能够增加3倍，就接近30%，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数字。如果太阳能跟风力可以到达40%，配合上水力，如果能够加上核能，将近30%，刚才讲的都是不排碳发电，就可以接近80%的洁净能源。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不肯把那个核能叫做绿能嘛。但是如果你不依赖核能，太阳能、风力其实是独木难撑。那地球暖化不会等你，经济成长也不会等你。从联合国的能源总署统计，瑞士去年是接近一半的水力跟接近一半的核能，辅佐以一点点的太阳能。好，那瑞士的面积跟台湾接近，大概台湾的1.14倍。那瑞士也跟台湾一样，到处都是山，所以它很少有地方可以放太阳能板。那瑞典的情形也看到了，核能在2023年占30%。那他们还要再增加12座核能反应炉，水力也一样是42%，风力发电22%，所以它的绿能的成就令人尊敬。可是它一样使用核能来当基载。下一页第74页是日本也，岸田文雄在2022年也宣布要到2030年，它要22%。所以在那个2023年，它已经恢复到7.7%。当然沟通很辛苦，从福岛那时候把它100%关闭，到现在又恢复到7.7%。我那边有几张照片是中国的东北跟内蒙的太阳能板的建制呢。我到那边去旅行，我看到的景观就是这样，一望无际的太阳能跟风力发电。再讲一次，大陆的风力发电的绿能的成本只要台湾的离岸风电的一半，因为它的陆地要打基桩比较容易啊。另外一个是中国每年现在增加6到7部的核电厂，最后是79页，因为快中子反应炉会把所谓的核废料烧得几乎干干净净。那很多人就问我说啊，这么好为什么不研究？我也在讲说，那这个智慧手机这么好，50年前为什么不研究？有一些科技的基础那个时候没有到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刚才讲的化石燃料太便宜，但是最近10几年地球暖化的威胁造成很多研究单位重新启动核能的研究。台湾的海峡的对岸，其中一座霞浦，福建霞浦，就马祖的对面，就正在盖跟比尔盖茨一模一样的快中子反应炉。那这个快中子反应炉，当然中国也不避讳的告诉你，它这个快中子反应炉，他们还是把它设计成叫做快中子滋生。滋生什么呢？可以滋生钚的话可以做原子弹，所以中国在军事上面也宣布他们要快速增加原子弹。所以我在讲说，从战略观点看，美国如果你这一方面落后的话，在军事上跟能源双生的这一种轨道上面，你也可能有落后的威胁。这样，第一个电力才可能是干净能源，第二个电力是精密可控的能源。曾经冒烟的工厂跟火车是工业革命的象征。汽车这种 door-to-door 的交通工具消耗了所有的石油的25%啊，所以说电动车的崛起
可以遏制这样的现象。可是如果你电动车的充电来源仍然是烧煤炭，那这样还是没有意义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个推展绿能，一个推展核能，这两个加总起来是不排碳的。那这其实也是这10年来，这是叫做绿色经济嘛。所以这是进步的象征，要努力的方向就是让发电本身也是不排碳啊。所以我结论就是电力效率就是国家的效率啊，电力成本就是国家成本。台湾即将迈入1年用3000亿度电，每一度电增加1元，1年就是增加3000亿元。我谈能源不只是能源，为什么谈能源？能源的背后是希望延续台湾的竞争力，第一个。第二个要小心，不要让台湾10年后变得又老又穷。台湾现在面临少子化、高龄化，这是无可避免，所以最好还是买马斯克的人形机器人来服务。可是那个东西需要你社会富裕才消费得起啊！所以说这里面在谈能源的时候，你不要忽略它1年流失几千亿，一任总统任期4年可以流失上兆台币，健保的破洞1年不过是几百亿，大家就哇哇叫了，对不对？买武器买海马斯火箭400亿，比起来都算便宜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一个富裕的台湾可以带来稳定、安全跟繁荣的台湾啊。那所以说，产业的竞争力让它延续。刚才讲人才、法规跟能源这几个，希望立法院也能帮忙这个。那我也有跟相关的人讲说，这个东西不分蓝绿啦，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努力这样。